上个月英二特的朋友找到我啊，问我感不感兴趣出一期他们1:12的新品视频，我几乎没有犹豫就答应了。以前对他家的印象主要是 Joker 的可动玩具，但自从出了黑神话的产品后，现在的英二特的大名简直如雷贯耳。更何况还是我很喜欢的6寸小玩具系列，真的是非常的期待了。不知道做大比例的优秀经验能不能完美的移植到小比例的产品上。不过这次寄给我的是标准版，上来盒子就这么写了，有点遗憾啊，这意味着少了网上盛传的那个做的非常之逼真、神韵拿捏超级到位的6寸贝尔头雕，有点可惜啊。不过没关系，下次再有机会的话，一定找运营要豪华版。那话不多说，我们首先来开箱。这小盒子的纸质很软，不过内里的吸塑质感还挺高级的。另外还给了一个白色信封一样的东西，那这个信封里装着的就是蝙蝠侠的披风了。之前有人吐槽说这个包装跟丝袜一样，我没买过啊，不予置评。懂行的兄弟可以弹幕科普一下。那剧中的披风是通电后能自动变硬的，这个材料现实中也有，而玩具用的是很薄很滑的布料，面料摸起来很高级，而且有重量，所以垂感很好。但官方提醒切勿用力拉扯，易坏。不过我觉得很遗憾的是，为了垂感，披风没有内嵌铁丝，所以想用披风凹造型就完全没戏了。好，那接着就是拿出万众期待的背边本体了，身体各处也是塞了很多透明塑料膜做保护啊。拿出本体的第一件事就是要装披风了，来看看英二特是怎么做这个搭载设计的。首先要抠开胸前的蝙蝠盖板，盖板内部是内嵌了磁石的，磁吸力度很大，装上的时候一体性也很好。接着把披风前端的小扣子扣到磁铁上方的凹槽内，我这第一次装的时候有点没找到手感，扣了好久，但扣上去后应该是能稳固抓牢的。接着再把盖板盖回去就好了。有人会担心稳固性啊，我替大家试过了，抓着披风把背边揪起来轻微甩一甩都是没有问题的，而且装上披风后也真的很难看出搭载的痕迹。机构的隐藏和一体性做的真的是非常的优秀。OK， 那么来看到这个本体，各位觉得这个背边做的怎么样呢？我的印象就2个字啊，优秀。说真的，这个外甲质感的表现真是让我欢喜。之前也有玩过 Masco 和方大头这种1:12小精品，但他们的产品大多是通用素体，外面套布衣，而这次的英二的背边则是外甲就是素体，说白了就是素体是专用的。那么拉近了来看这个外甲的质感，真的是很难相信这是1:12的产品啊。大家都知道维恩老爷在黑暗骑士里，蝙蝠战衣是凯夫拉和复合材料打造的，而玩具这里表现出的这种内里布料，外面盖着高分子材料的层叠感，已经不是简单的分色分件了，就很还原，很有高级感。我这样放大的倍率拍摄啊，这个细节也完全经得起考验。不过如果看到腿部的话，这种细节感会稍逊一点，主要还是因为下半部分更多表现的是皮衣的质感，尤其是2个长筒靴的部分，所以看上去就没有上半身那么的给力。但我觉得也已经非常的好看了呀。那再拉近一点看一下这个细节啊，就真的挺好奇他们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这些分件。首先黑色的部分质感介于软胶和塑料之间，没有涂装，但是质感很好。而灰色这个碳纤维纹理部分应该是一印的贴纸啊，边角上能看到没有贴全露出来的黑色缝隙，而下层的这种类似凯夫拉纤维的都是软胶做的了，用指甲这样一刮一刮还有痕迹。另外小腿的靴筒的这个细节也是很棒的，甚至能看到侧面拉链的细节，但这里就是一块软胶分件做的仿皮革质感了，可惜比例太小了，所以那种皮革和布料的边缘缩小了，反而看会有一种毛刺感，有点鸡蛋里挑骨头了呀。就这个素体表现，拿远了乍一看还以为1:6呢，已经是非常的 OK 了。但这个头雕嘛，虽然电影里也就是这个样子的，但我始终觉得质感方面还是差了一点意思啊，不知道怎么表达呢，就现在这个造型胶感重了一点。不过这倒不影响对贝尔面部露出细节的刻画啊，咱就是说这个眼神和这个半脸啊，给力，非常给力。但话又说回来啊，你这让我更眼馋那个你不给我的真人头雕了呀。另外此次背边还给了1:12系列极其罕见的换脸操作，多给了2个脸型。不过就这样拿着看的话，这个脸型变化有点过于微表情了。那这里还是把3个脸都换上去直观对比一下，这样看就很明显了呀。从左往右依次是愤怒脸、平静脸和严肃脸。英二特对微表情的拿捏能力可见一斑啊，但我还是更希望能做更大幅度的表情替换，比如咬牙揍小丑的表情之类的。另外关于脸型的替换啊，官方强调了一定要拔下头部和脖子以后从里面把脸型顶出来，但我图省事啊，直接就拔下来了。为了防止损坏啊，好孩子千万不要向我学习。那么看到这里，惯例进入到可动展示环节。首先低头快超过60度的幅度让人印象深刻，抬头也是轻松的超越45度上仰，非常优秀。左右摆头带上脖子接近60度的幅度更是离谱，最关键是造型的一体性还很好。最后360度转头轻轻松松不在话下。手臂活动前需要抬起这个侧面的肩胛，本体设计了一段前拉关节，且有遮盖嵌套帆窗帮，
可以看到范围其实很不错，大概有30度左右，但这里的手感挺生涩的，玩起来不是很舒服，并且向后是没有摆幅的。手臂平台能到100度以上也是很不错的。大臂360度垂直大风车也是没有问题的，只不过转到垂直90度的时候，肩部伸出来一段会有一点干涉，这里可以用平台关节外拉来避让。大臂根部这里的360度平转被藏在了这个袖套里面，可以看到INART为了一体性下了不少的功夫。接着曲肘能达到接近180度，但因为装甲太厚干涉大，所以没有办法完美的折叠，这个倒是问题不大啊。比较有问题的是曲肘伸直的状态，由于肘部外侧有一个护肘造型件，导致手臂是没有办法90度伸直的，只能处于一个微微弯曲的状态，这个其实挺难受的。最后手腕的部分是一个内嵌的球冠，活动范围大概是30度，还是很不错的。腰部的可动是最展现可动和造型一体性功力的，战甲侧面类似肋骨的造型件把腰部嵌套挡在了阴影内，而腰部的多层嵌套保证了45度多的前倾，加上背面的这个防穿帮嵌套，这个弯腰的动作在造型上看就跟真实的弯腰一样，甚至感觉不到素体关节的切割。不过挺胸的过程就不太好了，主要还是胸腰间的这段空隙大了一点，而且挺胸的幅度也只有不到30度，另外由于是前后的嵌套，造型上基本没有给左右留出空隙，所以左右摆动主要还是依靠腰胯的20度范围。当然如此的一体性优秀的素体能做到这样都很不错了，我这多少是有一点吹毛求疵了，毕竟跟同样走外甲切割思路的某代产品，号称真骨雕的很多骑士产品相比，这个腰部可动和造型一体性已经是爆杀了。最后腰部的360度平转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来到腿部，首先是标准的90度前踢，后踢由于屁股是硬的，只有15度左右的轻微摆幅。侧踢的理论上限应该在70度以上，主要还是胯部嵌套了太多层数，可以看出来和上半身相比，下半身的一体性并没有那么强。比如说这个胯部的结构就非常的明显，可能这个不好意思重新来哈，这个腿部的关节确实不太好兼顾可动，而且官方挺保守的，说两腿只能打开120度，这个好像不止吧。大腿根部的平转可以做到向内向外90度，这个地方的切割感还是比较严重的。最后屈膝可以达到150度左右，还是因为这里的造型是有影响的，外甲还是太厚了一点。另外和曲肘一样，这里的手感也不是很好，并且也有那个问题啊，看到这个大大的护膝了吗？应该能猜到腿部伸直的话是没有办法完全打直的，而且这里的弯曲程度要比手臂那里严重很多，摆起造型来确实感觉很别扭啊。脚部可以向上抬起30度不到，里面也是一根直桩，可以做360度的平转。抬起来可以看到脚底的部分是做了防滑细节纹路的，而脚掌的前半部分是可以做到像这样的接近90度抬起的。最后脚踝是斜插式直桩，所以调整好的话接地性还是很不错的，向外大概能到30度以上，向内的话多调整一下是可以超过45度的，算得上是标准以上水平。那么各位认为这次的可动能打几分呢？从6寸可动的角度来说，那只能算是及格，但如果考虑到关节的隐藏和造型一体性，那这次的背边的上半身真的是非常惊艳了，可惜下半身有点一般啊，而且手肘屈膝还没法打直，加上关节手感我觉得还欠些火候，总的我给4.5分吧。另外这次的素体因为手套是短款，所以这个造型是出自第3部黑暗骑士崛起的，估计大伙都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吧，但INART给的就很细节。手型方面除了一对开掌一对放松手，还有本体的一对握拳手以外，其他手型全是特殊专用手型，包括这个可以握持蝙蝠飞镖的手型，然后这个抬粘弹枪的手型，握把孔洞相对较小，但造型和前后握把刚好匹配，然后是这个经典的钩爪枪的握持手，最后是2个用于这把 EMP 电磁脉冲枪的握持手。扣扳机手和手枪的手型很像，但都是右手，大小有细微的差别，而枪头则配了一个用来端枪的手型，也是完美的契合。武器方面给的也很足啊，包括刚刚说到的出自第2部黑暗骑士的声波枪，一把钩爪手枪，一把粘弹枪，还有大蝙蝠和小蝙蝠镖各一对，这个漂亮的涂装质感就不用说了，细节上看着也是非常的优秀和给力的。另外一直没有提到的还有手臂甲上的这6个刀刃，玩具也是给了相当锐利的还原，只不过没有给真的弄成可以打出去的那种飞镖啊，当然这就有点太难为人了。好了，那么这款背边的详细评测也就到这儿了，产品真的是足够优秀啊，其实没有太多可以总结的，我已经准备自掏腰包入手豪华版了，但价格和具体的发售日期还没有公布，兄弟们再耐心的等等。真的很感谢INART这次寄来的新品，老粉都知道我的频道是不玩美系的，不是因为不感兴趣啊，小时候谁不喜欢看蜘蛛侠和蝙蝠侠的大片呢？但我自从留学回来后就开始对漂亮国产生生理性的抗拒啊，所以不是很喜欢去聊西方的文化产品。
我当初选择去明尼苏达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那边更国泰民安一点啊。但事实上不止纽约，整个美国我觉得就是一个大哥谭市。我也曾有一起打死亡搁浅的内华达白人室友，也有一起半夜 beer bar 的2代印度裔老哥，也能切身体会美国老百姓的热情和奔放。但我也在地铁站被 homeless 抢劫过，看到 Social Security Center 门口草坪大片的贫民窟帐篷，看到昨天跟我讨一口汉堡吃的流浪汉第二天被冻死在路边，也曾买过价值2000刀的 Stax 009耳机被 FedEx 寄丢了，报案但是警察完全不 care， 甚至从来没有 show up 过，更是全程经历了弗洛伊德被桂断气到 BLM 宵禁的全过程。我当时离事发地不足2公里，很可惜那里没有蝙蝠侠，不过倒是有很多的布鲁斯韦恩，只是他们并不会晚上穿上蝙蝠战衣。One of the wealthiest, most powerful men in the world is secretly a vigilante who spends his nights beating criminals to a pulp with his bare hands. 那只是西方中产的一种美式幻想，但幻想谁又不爱呢？以后有机会我也会更新美系玩具的评测，并且结合自己的经历和大家聊一聊这些文化符号背后的故事吧。